所以這種工作是可以每天吃了零食就可以領薪水的工作，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一天吃2次，換批人吃，才不會有些人的那個，你知道有些人嘴巴就有問題，疲乏吃到疲乏。至少你從原廠出來的时候，才不会你在台北買到的萬歲牌的味道，跟你在屏東買到萬歲牌的味道不一樣。嗨，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禮拜的超人少年，我是你的看工廠好朋友阿仔師。我們之前呢拍過非常多的工廠，有一種工廠呢，我們講了好多年，但是一直沒拍到，因為這類的工廠呢，就是大家都很害怕，很怕呢拍完了之後會影響他們的營業額，或者是影響他們的各種形象。好，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我們今天總算有一家非常有自信，能夠讓我們拍他們的食品工厂。而且這個食品工廠呢，他們明明在蓋一個新廠，但是他說不用看新廠沒關係，我們可以看我們的老廠。50年的老廠，那他們對於自己50年的老廠也很有自信。你心中一定想說，50年的老廠做出來的東西能吃嗎？但這間不一樣，這個老闆很有自信。他說：“我跟你講啦，阮這50年來吼，做過物件是真是夠袂歹，夠好食。我家己吼，定定吼會走去阮樓骹的全聯買一寡物件，買了以後，我檢去阮家己的公司啊。至今到現在，這個老社長他還會自己常常去買自己的產品，然後檢舉自己的公司。”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來看的這一間是食品界的龍頭老大，一個50年讓我們拍攝的公司——聯華食品休閒事業部。為什麼我會說食品工廠很難搞呢？是因為它有效期，然後再來是很多食品的東西一出事就完蛋了。但是你可能做零件、做扳手，可能東西壞掉，東西就壞掉嘛，就是它放在那邊它也不會怎麼樣。但是食品你只要光放在那邊1、2個禮拜它就會出事。所以食品工廠的要求度會變得非常高。而且你看哦，對面是什麼？聯合報，開在報社對面很可怕，你一出事記者馬上衝過來。而且做食品的最可怕的就是一個消費者如果買到1包小零嘴裡面只要有一個東西有問題，大家就會發脆上網公幹你這間公司。所以在這一集，一般的消費者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喜歡吃的小零食啊、小餅乾，你從小吃到大的東西是什麼樣被做出來的。那同時呢，我也覺得你在做機械的、做器材設備的，或者是你對於食品機械很有興趣的人，就是你完全可以看這種龍頭級的食品工業他們是怎麼樣生產出來的，能夠有自信，這50年來他吃的東西都非常的安心，而且又敢大大方方給我們看他的生產的從小回憶小零嘴。剛剛廠長幫我們調查好了。今天，如果你要從原物料一路到中間烘烤製作，一路到最後包裝的話，那今天有一個產線，是一個大家很喜歡、我爸最愛的產線——萬歲牌堅果。你是說那個萬歲？如果不是萬歲牌，我可不是萬歲的萬歲牌，就是那個。我是萬歲牌，我可是不吃的哦。但是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廠，它其實很特別，是它其實是最早这個食品的第一個就是休閒食品廠。所以以前那個什麼原本山創辦人李老闆啊，從迪化街聯華貿易行有沒有？勾炸的時陣就是在迪化街都會有那種賣南北貨嘛的那種，然後呢賣穀類、豆類、海苔，然後從一個小店面之後創立食品工廠啊，做到現在你看大家都還在吃的老朋友，跟原本山。原本是座山，你知道我小時候還有申請過原本山的獎學金呢。民國幾年的時候？沒有，我在念書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日本留學的計劃，當時我申請到了，老董一定想不到，我們有這個淵源在哦。然後還有後面這個有沒有？你會插在手指上，什麼一顆一顆吃的啊？然後還有這個，小時候會一段一段有沒有這樣，咔，一段的這樣把它吃下來。都是舊包裝都是舊包裝。然後因為食品加工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加工屬性嘛，所以這個我覺得可以之後給大家看。但是今天我們很難得看到同時在運轉的完整產線，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靠着食品，靠着機械賺大錢 ，Let's go！ 我們進來看到的第一站，你看到的應該就是在處理堅果食材的第一批站。為什麼我會講說在食品工廠裡面很重要的就是機械設計呢？因為你從原本的國外原物料拉到台灣來的時候，它可能難免在原產地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小屑啊、髒污啊，可能是沒有處理到的小蟲啊，或者是還有一些阿里亞扎的東西。它並不像每個食品廠，就是你進來的時候會把全身就是包得緊緊的。因為我們現在還在第一階段的原廠區，所以身體還沒包，但是先包頭部了。因為我相信大家觀眾應該也不希望在吃堅果的時候會吃到我的鬍子。所以你看，在食品廠的每一個人，他的就幾乎身上有可能會掉下來的東西，然後全部都會被管制在外面。然後呢，如果你是長期看我們頻道的觀眾，你會看到一個很像震動機的東西。那震動機的下面它有個篩網，也就是說，它在從原物料進到台灣來了之後呢，它第一批它會靠着震動砰的力量，可以把原產地的一些粉碎啊、小細粉啊，然後在上面把它震掉。
經過震動，先把初步的東西篩掉了之後呢，再把它進到一個 U-turn 的生產線裡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這個小小的產線裡面，大概一天可以做1噸的堅果。另外，冷門小知識，你知道，就是像我們家或我爸泡茶的時候，都會把那個整罐酸牌的堅果就綜合的這樣打開嘛，然後撒在桌上，一邊泡茶一邊吃嘛。那你知道夏威夷果的原產地在哪裡嗎？夏威夷啊，不是，它在南非。夏威夷果之所以叫夏威夷果，它其實是在夏威夷在商業化種植的，但是其實夏威夷果它原本的出生地是在南非，那应該要证明叫南非果。我們要证明这次，我們要南非果。然後呢，腰果，你知道腰果在哪邊嗎？在腰。你看我這個腰果在巴西，從巴西出生長大的。但是我們這批貨也不是從巴西來的哦，因為現在主要的腰果它都是從東南亞、象牙海岸、印度。就這幾個地方，他們要直接飛到產地，親自去查核，拿到那些原物料之後，然後再把它寄回台灣。然後你現在看到這個杏仁果嘞，你知道從哪邊運來的嗎？美國加州啊！你不要覺得我很輕鬆啊，沒幾分鐘它就啟動機器，我就講不了話。美國加州除了水蜜桃之外，還有很多的杏仁果。那當然不是東西買來之後你就可以直接給人家吃嘛，它其實中間還要經過很多順序。那我們就往裡面走。是的，正如我們進去前，你會看到上面所看到的，裡面是一個噪音場所，所以入內呢就必須戴防音防護護具。所以接下來的影像，我們會用配音的方式。反正我戴着口罩，你也看不到我嘴巴說什麼嘛。堅果呢，它就是農產品，每一批進來呢都有一些差異，水分呢只要跟標準值有差異，這個烘焙參數就要調整。所以你在食品機械製造的時候呢，你就可以想象說，它這個送料機，如果今天角度平坦一點，那它按照地心引力自然掉下來，能夠抓到的量就會比較多。那如果它的角度傾斜一點呢，它能夠抓到的量就會比較少。那為什麼要抓這個數量呢？是因為它進烘烤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最後出來的地方，你可以觀察這一段。你看這一段的平均厚度呢，其實是一樣的。為什麼這個水平的厚度要一樣呢？因為如果你這邊有一些料，它比較薄的時候，你烤出來呢就會比較乾。如果太厚的時候呢，你中間就會烤得不夠漂亮。所以烘烤厚度平均的目的呢，就是能夠保持送到每一間便利商店，堅果烘焙程度及品質都是一致的。而到這邊掉下來以後，靠着震動跟搖晃把它打平。打平之後呢，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近紅外線的分析儀跟色差儀，它呢就可以去及時去監控每一個產品出來的水分跟烘烤的色澤是不是一樣的。因為以前是用人力嘛。所以你就想說，如果今天老師今天把酒不好，葉黃素、假不告這一起做，看起來呢，它的顏色就會不太一樣。你看這兩個是烘烤的前後，還沒烤過的呢，長這樣子。剝開之後呢，它裡面會要白白的。還有烤過了之後呢，你剝開之後呢，裡面會有一種深咖啡、淺咖啡的感覺，它就是被烘烤過的杏仁果。當然，除了看起來不一樣之外，吃起來口感也會完全不一樣，這個香氣也完全是不一樣的。接下來呢，就會進到這個雷射篩選機。透過這個雷射篩選機呢，它不需要人工挑選，用2個雷射跟鹵素燈雙重檢核。機器呢，每分鐘盯着幾千顆掉下來的堅果，只要電腦一判斷這個形狀不夠好，它顏色暗淡，或者是被蟲咬過一個小洞呢，它就會在堅果落下來的0點幾秒之內，就會噴出一個高壓氣流，把那顆壞掉的堅果吹走。從這個地方呢，它是打掉的。然後你有沒有看到上面這個有個按鈕，按一下全場停機。打掉的時候經過這個輸送帶，然後呢一路跑到這邊來，所以大家看這邊，像這個呢是蟲蛀或破損的，但是呢也是有好的會被吹下來，這就是要承擔的損耗。然後這些合格的杏仁果呢，我們會把它分批，再把它送到這個傳送帶上，然後進到這個2個滾筒。這個滾筒呢，它就是拿來噴油的。然後因為有一些它的成分是有味道的，它就可以同時能夠調味。調味完之後呢，當你到 7-Eleven 或買全家賣的那些小包裝裡面的堅果呢，當然不是一個一個慢慢挑的，而是用這種方式去分類的。它就是花瓣計量機。一台花瓣計量機呢，它就是一條管線。生產的時候呢，料杯它會去每一台的計量機接料，盡可能它能夠確保每一包呢都有全部的綜合堅果。用這種像花瓣一樣的計量機呢，它上面會有很多獨立的秤，比較不像是隨便抓一把然後把它混在一起，而是用電腦瞬間去排列出組合，加總起來剛好呢就是一個管線所需要的克重。這個方式很聰明。假設今天我要製作的產品當中，我呢分成4道去混合原料，再順着這個軌道呢慢慢輸送，就可以盡可能的平均分配到每一包混果的包裝。接下來進到包裝之前，就要放入脫氧劑，它呢就會在裡面把它切斷，然後投到一個的裡面。所以有一天呢，你真的吃到一個食品，好，拿了2個脫氧劑會怎麼樣呢？沒關係，表示你運氣很好。記住，每次打開的時候呢，脫氧劑可以丟掉，但是乾燥劑不要丟。
加完脫氧劑之後呢，它就跟着輸送帶進來，一路落到下面，它就進到食品包装了。所以你看，機械設備的原理不只能夠用在工業的生產上，在食品加工裡面，就是如果你能夠了解，就是很多機械的動作啊，還有很多生產線的原理啊，你就會發現，在工業製造的世界其實非常有趣的。你只要有好的想法，你就可以有無限的可能。而現在你看到的呢，就是剛剛分裝好的堅果，它呢就會通過金屬的檢測儀落下，進到包裝裡面。在最後封口之前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灌氣跟排氧。它呢才可以進到最後的封口。為什麼工廠要這麼麻煩，要灌氣，然後要排氧呢？因為一旦你打開包裝，接觸氧氣的時候，油脂氧化的化學連鎖反應呢，它的計時器就會開始啟動。封口前1秒灌入氣體，把氧氣強制排除，然後呢，裡面的含氧量越低，堅果呢就越不容易氧化。所以呢，為什麼你在半年後撕開，吃起來還是跟剛出廠的時候一樣？另外給大家看 7-Eleven 限定款，你在便利商店有沒有看過這種小包裝的？小包裝的包材方式很酷哦，它後面是漿子，一捆一捆的。它升上來了之後呢，它到中間會有個類似滾圓器的東西，把包裝變成圓筒狀的。然後呢，再往下之後呢，把裡面的食品送進去，在這邊滾圓了之後，下面有一個合跟拉的動作。那個拉下來的動作很重要哦。第一個就是可以把你的包裝擠到有一點砰砰的感覺，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可以同時可以裁斷，所以就变成是從你 7-Eleven 買回來，然後可以撕開直接吃的包装。最後呢，雖然它前面已經經過了這麼多的檢測、這麼多的測量，但在最後送到消費者之前呢，他們會通過計重機去計算每一個產品出貨前的重量，還有哪一些可疑的數字。如果它不在這個標準範圍之內呢，它就會直接把它打掉。當然，除了小包裝之外，你在家樂福、全聯或者是量販店看到有一些罐裝大罐也會有用不一樣的包裝方式。然後連這個紙箱的折疊，以前呢，在做這樣子的包裝的時候，22個人一天只能裝到大概500箱。但現在呢，換成自動化用機械手臂之後呢，4到6個人你一天能夠裝到1500箱，大家就可以節省了很多，就是一些重複性啊、勞力啊的動作。所以你刚往後看哦，最後拖到这種整個站板上面的，Kawasaki 手臂幫你裝好包好。而且你知道嗎？就連擰蓋子、拴蓋子，就到去年都還是用人工去幫你轉，確認這個鎖蓋的品質好不好。但現在因為迭代進到自動化，機械手臂幫忙搬、幫忙轉，在工廠管理端你都可以有效的去減少就是員工的負擔。好的，從剛剛的出口，現在的進口處，你可以看到這邊隔了一個銅牆鐵壁，就是把它包起來。然後呢，讓剛剛會觸碰到食品的東西，把它隔在一區。然後現在就是包裝出來了嘛，你已經在 7-Eleven 拿到就是這個包裝了，就是另外一區，所以大家的服裝上就會比較輕便一點。然後呢，很多不管是什麼樣的廠啊，不管是什麼鞋廠啊，之前拍過腳踏車廠啊，或者是像我們之前拍過很多零件廠，就會有一個標準區，就是長這樣子。它在上面一格一格的呢，就會顯示說，今天的標準，就今天我們是做成是這個樣子。到今天晚上的最後一包關機台之前，我還是要長到這個樣子。另外一個就是比較有趣的，就是大家每天都看到，但是你應該從來沒有用過的，就是上面這邊有一個這個，有沒有看到這上面有個 QR code？ 不是拿來交好朋友的，也不是拿來付 Line Pay 的。它這個上面呢，就是你當你的手機拿來掃，你就會出現它所有的產地履歷，你就可以看到說它是從哪一個國家運來的，裡面還有各種微生物的檢驗報告，而且他們是逐批檢驗的哦。它裡面的甚至是每一個調味料的東西是從哪個地方來的。你要有一個履歷，掃下去的時候，你要知道說，如果今天真的萬一發生問題的時候，工廠可以追本溯源，找到這個東西的哪邊出狀況。他們的每一個工作站都要掃描條碼，資訊會記錄在系統中，然後你就可以找到問題。所以為什麼你在便利商店或者是在大賣場買到一包這個，你的後面是經過這麼多複雜、這麼多的檢查，然後這麼多的機器，然後最後才拿到你手上，你才會放心，你才會安心。像我有小朋友嘛，那你會吃到嘴巴、放到嘴巴裡面的東西，你如果萬一生產線裡面有一些什麼奇奇怪怪的，或者是你看不到的微生物，那就會很不好。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很多那種直播的東西你真的不要亂買。我敢相信它後面沒有這種東西，因為其實當年政府在推動生產履歷，他們找了很多廠商，然後來一起做這個產品履歷的時候，其實只有這一家有通過，難怪Jenny會說這不是萬歲牌，我可是不吃的，因為Jenny怕落賽。所以到至今，他們在台灣的市占率基本上占了70%。然後呢，接下來我們要去一個地方，這個是在所有東西都完成了之後，你要試吃員。大家前面開始講最想要做的工作，每天吃零食就可以賺錢。那我們來去品評室裡面試吃吧 ，Let's go。所以在公司裡面有一種工作，就是每天吃的零食就可以領薪水的概念，是不是？他現在在上班，所以不能跟你打嘞。上班是不聊天的。現在在我面前
都是今天最新鮮、剛出生的小零食。我們要怎麼樣處理它呢？我們要試吃，麻煩。正常的話就是會先這樣看的外觀，所以它的這個有沒有漏氣？哦，有沒有漏氣？好，沒有。好，沒有的話就是看這個有效期限，它的打印有沒有模糊不清？好，沒有。然後直接掏出來，然後先看它的那個外觀。哎，等等，滿天星其實你知道它的形狀是跟撲克牌一樣的，就是有那個梅花、紅心、黑桃跟方塊，对不对？嗯，对。所以等一下我吃的時候，我要像小时候一樣這樣插這個手指这樣子，是可以不用。感覺在我的应該插不進去。可以。長大。對。然後你可以吃一下它的那個口感跟它的調味有沒有異？怎麼樣？怎麼樣？我吃不出來。所以怎樣？我要分析出說什麼的比例還是？沒有，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吃風味跟它的口感，就是它咬起來有沒有說特別有那種潤潤的感覺？因為我說吃不出來，就是沒什麼問題啊，就跟小時候吃的一樣啊。哦，那就 OK， 就 OK。那就是沒問題。因為我們其實平常有在吃標準品，經過研發跟品保還有產線，他們有去精挑細選出來一批就是真正的品質是怎麼樣的，吃完之後要記住那個味道。哦，這好難哦。你要记得味道其實不容易。那如果有問題的話，那就要回到生產線去那個，我們就會趕快打電話去產線。哦，就是看一下我們早上看的產線裡面到底哪一個步驟有問題，對不對？啊，但其實我們早上看的產線其實不是這個，我們剛剛看的產線其實是，請問腰果有幾顆？哎，如果今天腰果跟杏仁果跟夏威夷果的數量比例不對怎麼辦？成分表第一個是最多的。成分表第一個由多到少。哦，原來是可以這樣看哦，哎，小知識哎。也就是說，按照這個法規上來講，我現在杏仁果第一個，核桃第二個，腰果第三個，夏威夷果第四個，榛果最後一個，對不对？我要算咯。我要算。我要檢查咯，2、4、6。稱重。哦，是稱重哦。所以你要開始吃了吧？我覺得我開始吃了，對不對？你要多久？杏仁果。杏仁果吃出來是杏仁果的味道沒有錯。啊，我要評分什麼？它的長相嗎？其實杏仁果裡面也是有長得比較特別帥的杏仁果，你知道嗎？跟我們看那個錦鯉啊，那個魚一樣，這個身形要性感。好，啊，這個就比較細長型。哦，接下來第二種，好，核桃。核桃吃起來不錯，沒什麼問題。然後腰果，哎呦，腰果這個顏色，感覺這兩個是比較像是做工的，在外面曬的比較黑一點。然後這三個應該看起來像做辦公室的，沒什麼問題。就是腰果的味道。就是腰果的，所以整體評分起來很棒，很好，做得很好，很好。哎，沒問題。再不知道吃什麼了。那我們在吃杏仁果的時候，然後我們會咬一半，然後去看一下它裡面是不是有漂亮的褐色。哦，咬一半嗎？代表說它是烘焙的比較均勻，然後且去感受一下它的烘焙香氣是不是有的。你說要咬開了，看它裡面這樣，有咖啡色。然後去看一下它的外觀是不是就是你剛剛看到的，就是它是漂亮均勻的，然後是個橢圓形水滴狀，然後也沒有被有什麼蟲傷啊，或是說有蟲蛀的咬痕，這樣就是個合格的杏仁果。好，合格，你合格了，好，合格。那我們接下來換到核桃。核桃的話，它有一個皮膜會比較苦澀，但是对我們來說，它也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風味。对我們來講，不好的風味其實是它的油耗味。油耗味我怕大家不能想象，就很像你把沙拉油放在陽台放了一陣子，然後會有一個油臭味。對，沒錯，大概是會有那種味道。好，沒有，你是個合格的核桃，很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我們的腰果。好的腰果，它是會具有一點香甜的味道。然后它的烘焙味是比较不会有杏仁果那麼明顯的，但是仔細感受一下，它會有一個香香甜甜、有點奶香的味道。哦，香甜的奶香感。對。你知道有一些人在抽雪茄的人，他們就會說，哦，這個有奶香味，這個有核桃味，這個有一個什麼前段、中段、尾段的。我自己也覺得腰果是最有層次感的。
那我們接下來換到夏威夷果，它相比腰果，它的奶香就會更明顯，因為這就是夏威夷果的特點。然後它的油脂也會比較多，所以也要去確認一下它有沒有油耗味。沒有，很好。那這樣就是合格的。最後就是我们的榛果，榛果它也有它的獨特的味道，那它主要其實就是榛果的巧克力裡面的会具有的，所以大家吃的時候就會想起說，就是這個味道。哦，真的呢，榛果巧克力的榛果味。我看榛果的原味就是這樣子哦，原型物的食物的那個味道，層次感真的不一樣。又有一個咖啡店哦，它真的是把這種就是什麼杏仁口味、什麼口味磨，然後撒上去，哇，那感覺一定完全不一樣。感覺上沒有問題。那這樣子的話，那我們品評就是說它就是合格的，然後我們評分表上面就會幫它打一個0分，就代表說它沒有任何的扣分情形。哦，你們是用扣分制的，是不是？对，没錯，我們是用扣分制的。哇，那你們上班很開心的，就每天就去吃一吃，好，很好，這個很好。那我有一個疑問，你們曾經真的有扣到分嗎？如果說今天可能像剛剛講的，不是我們有花瓣劑量嗎？重量比例跑掉的話，我們就發現說，我們的夏威夷果怎麼特別多？那我們就會去確認一下。第一個是先確認他們的流樣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形，還是單包的個例？或者你是說什麼烘焙綜合果，然後打開裡面全都是腰果？對，沒錯，就是說，可能生產他們有哪邊出問題，那我們就要去通知品保去做追查。哦，那你賺到了。我們打開裡面全部都是榛果或腰果，所以同時是可以有新口味同時測試的，對不對？椒麻風味麻辣小魚花生。你們的新進同事是知道萬歲牌的 Viva 是怎麼來的嗎？你們知道以前老闆他曾經想要把它取名叫 Visa 嗎？這個我沒有聽過你看世代隔閡，教育訓練沒有加入這個。以前你們老闆出國的時候就看到國外 Visa。就是這個名字感覺很帥，然後想要用啊，因為當時國外這個信用刷卡50-60年前、60-70年前很盛行嘛，就覺得可以用這個名字。然後但是那個你們公司的律師就說，不行，這個已經有人用了。然後但是老董又很想要 V 開頭，所以他就想說，不然叫那個意大利文就 Viva 好了。那你知道 Viva 什麼意思嗎？不知道。這個教育訓練，它是意大利文健康活力的意思。那你知道謝霆鋒嗎？哦，知道。做菜的那個。對。做菜，但他以前有唱過一首歌叫《活着 Viva》，風吹水完全跟潮出版歌。這首歌的意思大概就是活在當下的意思。Viva 的由來跟謝霆鋒沒有關係。但是我跟你講，食品東西麻煩就是這樣子。你說等會打開看看它的樣子，然後吃起來好吃之外，有一些東西你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所以你就要進到實驗室。既然都已經來到了食品廠了。想必大家應該對於就是你東西的有效期限，應該有很多的江湖傳說，就是有效的效期時間到了還能不能吃？雖然說在很多食品在出廠的之前，他們都會在實驗室裡面去監測它的黃麴毒素。雖然你的食品上面都還是會有一個保存期限，對不對？但其實我們詢問了這個原廠，他跟我們講說，有一個東西比保存期限更重要，就是你的這個食品放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它的保存方式，也就是說，你如果可以的話，你就盡量就是放在不要照到太陽的地方，然後放在櫃子裡面陰涼處，它的有效期限呢才可以參考。如果今天你是放在車子上，比如說出門旅遊嘛，然後你想要把它放在車上，然後高溫啊、太陽曬啊，或者是放在一些就是地下室保存很潮濕啊，然後或者是你今天把它放在你的工具箱裡面，它因為高溫受潮，就算保存期限在有效效期內。那還是很危險，因為黃金毒素它這個東西是去了之後不可逆，它會增加它的數量，而且它是一個一級致癌物，所以它雖然在裡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就是檢測量跟標準量，當然就是真的已經是低於它的那個國家標準非常非常多，因為它是 ppb 10億分之一的量再去檢測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的保存方式不對的話，這個食品也會很容易会有產生危險性。所以因為有的時候大家雖然都是買到這個食品，你不知道這個食品是從哪來，有的時候可能是朋友賣給你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真的很不孝的中間商，或者是他可能把它放在一個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說學校運動會有沒有放在太陽下曬了很久，最後沒發完，然後拿回去分給大家吃這樣子。所以你只要打開這個食品，你只要發現它有油耗味，就是你不太確定是什麼東西的時候，基本上
就不要吃了。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每次過年的時候一中街逢甲有沒有？南北貨啊，那種整籃擺在路邊有沒有？它就擺很多天嘛，那太陽曬雨下噴到然後什麼之類的，然後它最後再什麼即期品回收嘛，即期品之後然後再賣出去。雖然它的效期沒有超過，就算是已經前面這個工廠食品工廠它經過了這麼多檢查出來的時候，也會因為中間這個過程，然後可能會有問題。所以這個時候說真的，就是以我的這個在社會經驗上，你不要真的就是看了這個包裝哦，是个哪個品牌做的這樣子，然後你就覺得100%是他們的責任。所以大家買東西要買比較對的通路的，比較好的量販場的，有安心履歷的，比較知名的便利商店。還是老話那句，不要在網絡上買直播的，這一整大袋啊，原價2000，特價200，絕對保證有效期內。當然還是有一些可能真的很好啦，但是我就還是建議大家就是買正常貨會好一點。我的經驗啦，人生經驗。從最早的可樂果原本3，一路到滿天星就開始寶咖咖，而且一路跟隨着台灣歷史70幾年，變成是一個每一個世代的從小記憶點。今天很難得可以看到一個它整個完成的生產過程，一路到包裝。有時候你吃了很多零食零嘴，也是為了打發時間聊聊是非，但是同時呢又能夠兼顧到你的身體健康。像我爸爸就很喜歡吃。所以有時候我們吃的不只是一種青春回憶，而是一個食品的品牌，跟着我們的人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長大。所以你買零食、買堅果買了這麼多年，這應該也是你第一次看到它是怎麼樣生產出來，一路到你手上，它經過重重的關卡、重重的檢驗，到便利商店、到大賣場，你才能夠如何買到一包萬歲牌堅果。所以不知道大家對於哪一些的食品廠商，還有對於哪一些東西的品牌很有興趣的話，你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我們找機會也可以去拍給大家看。那就是這禮拜的超人少年，我們下禮拜再見嘍，拜拜。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萬歲牌的堅果裡面充滿着祝福的意義？你想象一下，你有看過那個東京甩尾啊，然後出來不是喊着坐在外面，後面有一個車子，然後靠着他這邊吃餅乾嗎？也是萬歲牌的嗎？如果在台灣拍的話，肯定就是拿萬歲牌。那萬歲牌有開心果嘛？然後開心，對不對？然後還有這個核桃嘛，對不對？和氣，我們做人要和氣，信人嘛，做人要仁慈、善良、幸運。夏威夷果嘛。像夏天一樣充滿熱情，生活要像夏威夷一樣輕鬆愉悅。這樣腰果，做人腰要軟，要像腰果一樣彎得下腰，抬得起頭。腰果，一個充滿寓意的一包都在裡面。最後是這個啊 Viva， 健康活力，活在當下。萬歲牌，原本是個牌。蓮花有股票的。